各位朋友，韩红基金会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备受质疑呢？就是有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中国的老百姓想不明白。你救济那些饥寒交迫的灾民的方式是赞助5星级饭店，这能叫救灾吗？这能叫慈善吗？就像韩红的基金会一样，它不针对个人，它给各地区的盈利性的这些医院送天价的救护车。这些问题是中国的网友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呀，这能叫慈善吗？而且呢，因为原来的时候质疑韩红的基金会的一些人呢，都被网络封号了。有一个大 V 就叫司马三季，原来也是成上百万粉丝的大 V 呢，原来就是因为质疑被封号了。当然他当时的质疑也是有点那个胡说八道了，说韩红贪污了这个上亿元他没有这个真实的证据，当时被封号当时也不冤，但是现在逮着这个机会，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啊。7月12号实名举报就是这个大 V 说3年6000万的救护车采购款，涉事的供货商注册资本300万，实缴仅10万，全公司社保参保人数只有2人。举报材料已经递到了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已经正式的收下了材料，启动了核查流程。最让公众哗然的就是这家叫做上海军艺的汽车科技公司的离谱背景。救护车是属于特种医疗车辆，按规定供货商必须有工信部专用的车改装公告的资源那么还要拿到3类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才能接活。结果这家2020年才注册的公司经营范围就只有普通汽车销售，1类医疗器械的零售，最基本的准入门槛都摸不到。全公司就2个员工就没法完成车辆改装、急救设备安装、后续的售后维修，更是无从谈起。说白了，根本没有资格接这笔公益订单，充其量就是个转手赚差价的中间商。更让所有捐过善款的人窝火的是，采购的路径突然变了，车价反而还涨了。之前呢，韩红基金会呢一直合作的是江铃集团，这种有全套资质、自有改装生产线的上市的车企。2022到2023年的单车采购均价才 15.89 万元，结果从2024年开始，所有的订单突然全转到了这家没有任何生产能力的中间商手里边，单车的采购单价反而直接涨了 6.7 万元，3年累计砸出去6000多万，跳过了规模化的原厂，全程看不到公开的招标比价的相关记录所以说有好多网友说，你做公益的核心准则就是要把每一分爱心都花在刀刃上尽可能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结果现在舍近求远，选中间商，平白无故的抬高了采购成本，连车辆质量都没法直接管控但是这个基金会发长文回应说全程合规，第三方审计都顺利通过，但是你整篇回应都没有提到上海的这家空壳公司呀，你也没说清楚为什么要选它，为什么要涨价呀，也没有采购合同所以说大伙儿对韩红的这个质疑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这个就是新疆和田卫健委做了一个辟谣，就是韩红呢有一大批救护车捐到新疆去了，停到了这个一个医院里边这个和田卫健委的辟谣说呢，不是我们市里边的3甲医院要用，这些车只不过是在我们那儿停一停，他目的是撇清自身的关系那也不是为韩红辟谣吧。但是呢，群众发现了更大的问题，12辆救护车加诊疗设备竟然高达2400万元，单价为什么这么高？这样的高额的采购是否合理新疆的乡镇卫生院能养得起这样高档的设备吗？
这是满足了需要，还是超出了当地实际能力的浪费和负担呢？频繁的给盈利机构捐救护车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呀？所以中国的网友不明白。2023年188辆救护车，花费1500万；2024年190辆救护车，花费3300万。2年的数量只差了2辆救护车，但是金额翻了1倍还多。一辆救护车从单价8万变成了17.8万。数据来自韩红基金会公开的审计报告。很明显，供应商换了。2022年和2023年，供货方是江西江铃汽车集团。2024年换成了一家叫做上海军仪的公司。我们航空团队吧，一直比较低调。来，我们现在看一看韩红基金会的话，给某些机构捐的那些什么医疗包是什么样的，里头都有什么东西，你看完就知道他这个爱心做的怎么样了。寻诊包，你看看里头有啥？在我们医院发给我们的。这啥呀？这啥呀？压舌板。压舌板啊？压舌板是的。啊。这个是持针器，肉钩剪子。这个是镊子。血糖仪、脉搏血氧仪、血红蛋白分析仪、红外体温计。哎，东西挺多是吧？这面啥？这，哎，公共能不少呀，这是。这是使用手册，医用棉签。这是啥？这个血压计。哎，原装进口的是吧？日本原版。口罩。手电。止血带。湿巾是吧？全部啥也有。体温计。钢带。啥也有，这是。手术手套。我看完他的寻诊包啊，这个所有的内容之后，真的我都想抽他，对吧？这东西一看就是那种，就是说特别用适合做道具的那种东西，是不是啊？就是说它可以把价值估得很大，可以把价格估得非常高，因为本身医疗器械又有进口的什么血糖仪等等一方面，这个包肯定非常非常贵，但是这个包我可以确定来讲，肯定拿货非常便宜。我现在把这个韩红基金会的话，从2020年到2025年6年的他们的这个财务报表，就当然是经过审计的了，就是公开对外的啊。这个报表给大家贴一下，你看看，它一般来讲说有个总支出，有个这个总收入，然后呢，就是他没说它的差价是多少，他就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公益占比啊，占它支出的比例是多少。这个特别巧妙在哪儿呢？就是说他没说我剩这个钱干啥了，他说我这个支出这部分呢，比如说我现在花了1个亿，对不对？他说我现在比如说用于公益是9800万，那我就可能是2%是用于别的，剩下我这个整个公益占了98%。这些数据看都特别理想，但他没说你那部分，说你剩那部分钱你没花的，你什么意思？对不对？你现在差搁哪儿去了？而不是说你花的这部分你公益占比多少。另外一个，它的公益占比的话，基本的公益方向全是医疗器械。大家都知道医疗器械这里的空间有多大，是不是？全是医疗器械，还有一个救护车。你这个救护车来讲，是本来讲他做的很多事儿，你会发现他的介绍里，他相当于国家的卫生部了。你想他做的都是卫生部所做的事儿，或者是卫生厅做的事儿，就是说政府机关或者国家所承担的事儿他做了，而真正需要说援助的或者需要有困难的，他没有。他的是直接交给另外一个机构，我从这个公司是搞钱的，这就给另外一个机构，他们是负责花钱的。表格就很有这个深意了啊，这表格是本身公开的嘛。网上关于韩红并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热议频频，就广大网友和恐龙最关心的问题，实问韩红基金会。疑问：根据现行基金会名称管理规定，民政部令第26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非公募私募性质的慈善组织，即本质上是私募基金会。为何韩红基金会一直宣称自己是具有独立法人和公开募捐资格的5埃及地方性基金会，而刻意回避私募基金会这几个字？二问：韩红爱心基金会影响最大的项目
无疑是百人义诊项目，但为何根据披露的数据，百人圆满、百人圆浆等活动中，真正帮扶患者的费用仅占30%至50%，即直接用于治病、帮扶困难百姓的费用最多只占善款的一半。那剩下的一半乃至更多善款用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够公示直接用于治病和帮扶的子项目明细、子项目费用明细、受捐助人及其受捐内容明细？三问，管理费用仅占2.86%，远低于法律规定的10%的标准，经常是韩红基金会用来作为回应公众质疑的挡箭牌。但百人义诊项目中账目极其模糊的，没有人员明细，没有消费明细，没有用途分析的，总额高达项目总成本的50%至70%的差旅费、广告费、物流费、会议费、培训费等，直接计入项目活动成本，是否有意避开管理红线，玩儿数字游戏？试问，众所周知，每次百人义诊活动中，庞大的车队、摄像团队、随行的明星和工作人员众多，花销巨大，但活动现场设备有限，专家通常只能简单问诊提建议，根本无法完成系统的、彻底的、有效的诊疗。即每次花巨额经费大张旗鼓、彩旗招展举办的活动，实际效果十分有限，远不如直接捐款，让患病百姓能够进正规医院做治疗。既然明知劳民伤财，实际效果有限，韩红基金会日中持续举办百人义诊等活动的目的何在？还有一点，慈善基金会必须的慈悲心怀吗？五问，网上热议韩红并韩红爱心基金会至今，为何百人义诊项目中收帮扶地区的基层政府、陆地镇村、合作医院以及接受义诊服务的患者很少站出来发声？比如今年的百人圆满项目，是否因为账目公示捐助总额高达4000万，当地实际到手的帮扶资金的物资设备等寥寥无几，因此谁都不会站出来为虚高的活动项目发声？以上5问是10问韩红基金会的上半篇，下半篇将向韩红基金会提问救护车项目竞争性磋商过程，不是雁过拔毛，而是雁过留腿的捐助项目等等问题。广大网友还有哪些希望提问的问题，请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10问韩红基金会下篇，本篇参考部分网友的观点，在此一并致谢。6问，网上广泛质疑韩红基金会的年报、工作报告披露失真，充斥着一系列刻意拆分账目、降低管理费率、误导公众认知的财务操纵和财务漏洞。韩红基金会宣称其管理费仅占2.86%，远低于10%的法定红线，堪称基金会的楷模。2025年韩红基金会年报显示，全年办公物业总成本超213万元，但计入管理费用的房租只有9.5万，物业费仅1.7万，接近170万的真实运营成本被人为划入了慈善项目的项目执行成本，人员支出1674万，其中1083万的人员报酬被强行分摊进业务活动成本，而费用分摊标准却一直没有公开。请问韩红基金会的年报、工作报告，尤其是审计报告，能否真实体现基金会的人员报酬、办公支出、项目直接成本、项目宣传费用等等？慈善项目中项目执行成本不该含含糊糊，包括什么为执行该公益项目发生的物流、仓储、调研、评估、人员工资、差旅费用等。项目管理成本也不该扯东扯西，包括什么机构为管理该项目产生的审计费、办公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按照6%计算。账目清晰是公众对基金会公开透明运营的最基本要求。你们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账目刻意不公开、不清晰、不透明，是在刻意混淆视听。你们何时能够改正并将真实的账目公示给公众呢？7问，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2020年至2023年期间聘用的审计机构是志同会计师事务所，这属普通合伙。志同是国内大型综合性事务所，是中注协百强。
从2024年起，韩红基金会将审计机构更换为北京中联会计师事务所，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普通合伙企业。韩红基金会公开回应更换审计机构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正常的招投标遴选结果，二是法定资质合规，三是从资金效益考量。请问韩红基金会能够公示审计机构的招投标遴选过程吗？为什么聘用审计机构要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占比，法定不超 10%， 而基金会的广告宣传等费用经常数以百万计？救护车和办公设备及摄像设备等普遍采购价格高企呢？同时，审计的学问很大，粗略的审计如不触碰2级、3级、4级项目数据，是很难看出其中藏着的猫腻的。因此，请问韩红基金会能够公示聘用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服务合同吗？8问，网上备受质疑的救护车子项目，据传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仅300万元，实缴资本仅10万元，正常缴纳社保的员工仅2人，却连续获得数以千万计的韩红基金会的救护车订单。请问韩红基金会能否以2026年3月18日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救护车及特种车辆采购公告这次采购为例，公示救护车子项目的竞争性磋商文件、邀请企业名单以及竞争性磋商全过程的全程录像呢？9问，网上有人把知名企业捐赠物资给韩红基金会，韩红基金会在捐赠给灾区的行为称之为不是雁过拔毛，而是雁过留腿。凡是经手过手的钱和物，不是仅仅从中捞一点利益占一点便宜，而是根本看不上拔一根毛，他们的胃口更大，剥削索取的程度更重，不是只拿一点，而是拿得更多，拿得更狠。2026年，韩红基金会向湖北黄冈灾区捐赠了一批金麦兰饮用水、方便面等应急物资。请问韩红基金会这批捐赠的金麦兰饮用水、方便面是由企业捐赠给你们基金会的吗？入账了吗？有懂行的网友称，这批物资按市场批发价加运费计算，物资成本不足20万，这是否属实？如这批物资成本不足20万，你们怎么能对外公示这批物资价值约50万元呢？如对外公示价值50万元，你们是怎么做账的呢？其中差额又是怎么处理的呢？10问，北京市民政局是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登记主管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接受北京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北京市民政局监督管理的职责通常是难违法，但在合法区间内的行为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藏有猫腻，监管部门往往束手无策。因此，韩红基金会还需依法接收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并按规定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公示信息，接受全社会监督。因此，韩红基金会在合法区间里的行为，全体捐赠人和社会公众都有权质疑，有权看账，有权问询。请问韩红基金会既然质疑、看账、问询是韩红基金会的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应有权利，你们有什么权利称之为纯属恶意污蔑与抹黑呢？有什么权利迟迟不做回应，不做必须的公示呢？以上10问，韩红基金会是包括恐龙在内的广大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期待韩红爱心基金会早做回答，积极回应公众关切。韩红基金会现在恐怕不是说出一纸声明就能把这个事情给糊弄过去了吧？广大网友的这种质疑，他是能回答还是回答不了呢？有关部门是不是要开始全面的核查，才能对得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切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点个订阅，下期再聊。